武大世家如今他的只剩金聂二门，金氏藏污纳垢，不是好归宿。但是聂明觉为人正直，想来魏婴去那里总不会吃亏。他偷偷瞄了一眼角落，自家叔父和兄长坐在那里，虽是神色淡然，但蓝氏走下坡已成定局。蓝忘机捏了捏指尖，闷闷地说：不错，聂宗，那就你家吧。魏婴笑得天真烂漫，轻易定下了今生归处，脸上是阳光笑容，一把揽上蓝忘机脖子，哥俩好的抱在了一起。半个月后，联军集结整合完毕，兰陵金氏与清河聂氏为首，姑苏蓝氏因散修魏婴的加盟，也在联军地位颇重。云梦江氏在整合了残存势力之后，在外祖眉山于氏的助力之下，也勉强站稳脚跟。其余世家林林总总拢共上百，以兰陵为大本营，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射日之争。战争历时共5年，岐山温氏却为庞然大物，与百家联军斗得五五开，幸而联军中也是英才辈出，尤以蓝忘机与魏婴最为显眼，剑术出神入化，以一敌千，逐渐在对抗中取得优势。转折发生在第4年的秋天，聂明觉不慎被俘，原本必死无疑，但不知缘何，竟得以逃出升天。温煦带人追捕，谁知追至半路，温氏旁支岐黄一脉突然叛变，其首领温情称联军魏婴对其有救命之恩，愿意死生追随魏公子。温若寒大怒，加派人手围攻魏婴与温情的部队，数量10倍于魏婴。彼时蓝忘机刚好回了蓝氏阵营，正面战力不够，一时情势危急，魏婴情急之下斩下路边竹子，以竹为敌，灵力催动山野树木之灵，共同抵御敌军，终于拖到蓝忘机赶来增援，共同全歼了温氏这支主力。其后战局完全倒向联军。1年之后，聂明觉、蓝曦臣、蓝忘机、魏婴与温若寒正面决战于不夜天，战况焦灼之时，温若寒忽然被背刺，众人方知温若寒身边有联军的钉子，同时也是当年偷偷放跑聂明觉的人，名为孟瑶，是金光善的私生子。其后岐山温氏轰然倒塌，聂蓝金3家因战功卓越，在仙门立于不败之地。庆功宴在金陵台举办，蓝氏再次恢复当年荣光，受仙门百家崇敬。推杯换盏之间，有人偷偷嘀咕：射日之争，论功行赏，头5名有3个是蓝家的。蓝氏兄弟先不说，魏婴可真就是他们捡来的便宜了。若非当年魏散人稀里糊涂投了蓝家，他们一个先府都被烧了的家族，哪有如今风光？另一人不赞同：泽无君与韩光俊的战功都是实打实的，怎能都归功于夷陵剑仙？那人啧摇头。之后5年，蓝氏兄弟丰功伟绩自是不假，只是如果没有剑仙投靠，蓝氏最初都上不了桌，其后种种更是妄谈。你看看云梦江氏，如今不就只能是个2流世家了？另一人似乎被说服了，若有所思道：倒也不无道理。听闻剑仙与云梦江氏还有些渊源，若是当初投的是江家，如今站在那儿风风光光的，恐怕就是江小宗主了。可惜可惜。那人也装模作样感叹：年轻人呢？那魏婴也不知是为何，非要和蓝忘机形影不离，白白便宜了蓝氏。那蓝忘机也没给魏婴什么好处啊，该不会是断袖吧？另一人吓一跳：断袖如何？不断袖又如何？他们总归是功劳卓越、修为滔天的人，你说话可仔细着点儿。那人撇撇嘴：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那些大人物还真能计较不成？要我说，那魏婴也是不识好歹。江丰年当初可是有赠剑之恩的，他不去帮扶江家，倒是昏了头给蓝家保驾护航。突然有第3个声音插了进来：魏公子帮我了，我的仙剑就是他给我找回来的，他还帮我江家部队解了好几次围，还叫上我把温竹流和王灵娇的部队给围了，亲手让我为父母报仇。那2人吓了一大跳，竟是江澄，似乎一直站在他们身旁。5年征战，从受人白眼到挑起大梁，形势逼人成熟，江澄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绝望哭泣的少年。他很平静地说：我把温竹流的脑袋砍了下来，丢在锅里煮熟，剔干净肉，当尿糊了，你们要看看吗？2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走了。江澄手握酒杯，抿下一口，抬头往高处看，魏婴和蓝忘机依旧是连体婴，黏黏腻腻地躲在角落里吃辣子鸡，一个一口一口喂，一个一口一口吃，笑容甜蜜，外人根本插不进去。他轻笑一声，低头敛去眼中落寞，
回身离去了。而蓝忘机和魏婴确实正在玩花的。酒，蓝二是不喝的；辣，蓝二是不吃的。但是鹰酱，蓝二是要玩的。这5年，其实他大多数时候并不和蓝氏一起行动。魏婴虽然因为他入了蓝氏，但蓝忘机私心并不想魏婴过多掺和世家的事情。所以现在2个人公然在庆功宴摸鱼，也并没有人觉得不妥。毕竟抽象人嘛，习惯了。蓝忘机2根筷子从碗碟里挑出一块沾满了辣椒粉的鸡腿肉，递到魏婴嘴边，看着魏婴张开嘴伸出舌头，又把肉收回去了。魏婴幽怨地瞪着他，张着嘴呜哇呜哇要吃，但他自己吃不了，他的手被蓝忘机绑起来了。魏婴仍旧穿着喜欢的红黑款式，已经弱冠，又在宴会，劲装不合适。他穿的是宽袍大袖的礼服，双手藏在袖子里，被绑了也看不见。蓝忘机强行无视魏婴可怜巴巴的眼神，板着脸说：昨晚你抓小姑娘辫子了，该罚。魏婴嘴巴嘟嘟发出了夹子音：冤枉啊，蓝青天，他辫子上有蜘蛛。蓝忘机轻轻咬了一口鸡腿肉，被辣得嘴唇发麻，清了清嗓：出声提醒即可，小姑娘都被你吓到了。魏婴哼哼唧唧的：他胆子也忒小了，我当初可是直接把你扛肩上带走的，也没见你受惊吓嘛。蓝忘机听到魏婴竟然把萍水相逢的小姑娘和自己比，脸都拉下来了，气得直接把辣子鸡塞到了自己嘴里，然后咳得惊天动地。魏婴笑得前扑后仰，一双手轻松脱开束缚，给蓝忘机递了杯水，还拍拍对方的屁股。蓝忘机乖乖把水喝完，继续把魏婴双手绑上，然后开始喂麻辣鸡丝。蓝曦臣在社交中心，不能喝酒，只好饮茶，饮得膀胱疼，瞄了一眼角落，被摸鱼的弟弟气得膀胱更疼。好不容易结束了庆功宴，蓝曦臣精疲力尽地回到客房，看到自家弟弟和魏婴手拉着手在门口等他，2人皆面带微笑，再无一丝顾虑。蓝曦臣并不惊讶，先抬手说：等等，为兄有点急事。轻功都使出来了，火速去放了个水，然后回到房间整整一摆，继续做一个靠谱的兄长。蓝忘机做了一揖：兄长，忘机今日是来告辞的。蓝曦臣低头擦着列兵：魏公子怎么说？魏婴笑得很开心：这些年多亏泽乌君照料了，蓝湛说要带我出去周游世界。蓝曦臣无奈笑了笑，把列兵放下，对魏婴说了声抱歉，然后把蓝忘机拉到了内室。你和他到底说开没有？蓝曦臣实在忍不了了。蓝忘机红了脸，瞪着地板发愣。蓝曦臣叹口气，摇摇头：这些年你把魏公子藏得这么好，如今太平了，可勾心斗角只多不少。你更是带着他远离纷争，是以他身在世家多年，仍旧这般天真烂漫。这本是好事，但现在是不是天真烂漫过头了？蓝忘机踌躇道：魏婴不必懂这些。蓝曦臣要被气笑了。那你们2人是要一辈子做兄弟？蓝忘机垂着眼，睫毛一抖一抖的。蓝曦臣点了点弟弟的额头：你呀，就仗着魏公子信你爱你，平时倒也不是举棋不定的人，如今是关心则乱了。蓝忘机老实回答：我怕他不懂，吓着他了，可如何是好？蓝曦臣只好说：那为兄帮你一把，魏公子何时开窍，就看你努力了。然后蓝曦臣带着蓝忘机从内室出来，握住了魏婴的手。魏婴腰间仍挂着一块看不出成色的玉石，从与蓝忘机出狱之时便有，多年都随身温养着。蓝曦臣柔声问道：恕我冒昧，这块玉可是令尊令堂遗物？魏婴点点头，他父母死得早，这是唯一留给他的东西。蓝曦臣摸摸魏婴的头，从乾坤袖中摸出一个平安扣，玉质温润，白如凝脂，一看就是上好的羊脂白玉。收着吧，和忘机外出游玩，也别忘了家里。蓝曦臣笑着说：魏公子和忘机形影不离，我既是忘机兄长，便也舔着脸想做魏公子的兄长。魏公子意下如何？魏婴握着羊脂玉愣了愣，余光瞄到蓝忘机拼命点头，然后红了脸，呆呆地唤：兄长。蓝曦臣脸上笑意更甚：既是如此，长兄如父，除了这平安扣，为兄也少不得要再送一样东西。他把蓝忘机拉到魏婴身旁，让2人手拉着手。20若冠，应当行籍贯礼，再由长辈取字。这些年忙于战事，没能做到，是为兄疏忽了。这句话却是客气，
魏婴无父无母无亲无长，自己都忘了这事儿，哪能怪得到刚刚认下的便宜兄长？蓝曦臣又道：我知你等不愿在仙门多留，但籍贯里还是要好好办办。不如随我回姑苏，再多待半个月，等礼成，有字了再行，总归不留遗憾。如此，便是蓝曦臣愿为魏婴长辈，真的把他当作一家人了。魏婴半张着嘴，只觉得手中白玉发烫，自己眼角也发酸，自幼乞讨求生，即使如今看着风光，可到底从来没有个家。他侧过头去看蓝忘机，只见蓝忘机面带笑意，可真是玉面郎君，俊俏的让他头脑发昏。魏婴噙着泪花，点头答应了。半月后，魏婴在云深不知处行观里，则吴君蓝曦臣亲自主持，为其盘发戴冠，煞是隆重。礼中，则吴君满眼爱惜，拉着魏婴的手，诚恳说道：愿婴自此以后过最潇洒的日子，做最潇洒的人，与心爱之人长长久久，再无烦恼，不羡旁人。为兄魏婴取自无限，婴可喜欢？潇洒恣意，长长久久，不羡旁人。魏婴愣愣的，下意识看向蓝忘机，他站在一旁，身着礼服，含笑凝望着他。魏婴抹了抹眼睛，对泽吴君郑重一拜：妙极，无限谢过兄长。自此之后，天长地远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